哇，这个叫植物的反扑啊！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在移除香蕉，算是入冬前的准备，因为我要把这个溪再扩充大一点。哇，把水龙头都砸断了，哎，好吧，有时候都是这样子啊，乱挖土，然后就会生病了，所以我才会选择做自然农法啊。所以就不用挖土，不用去比较不需要太多的破坏啊。我现在要做标界，做溪啊，然后我的宽度是90公分，长不多，大概3米多啦。那个溪啊，设计90到1米，是因为我们站在这边的时候，我的手比较好勾啊。你再站在另一边，所以这就比较适合我们工作的那个距离。人走路的地方大概会2尺，60公分。这个男人一看就知道有做过工程。会做工程，还不是要请师傅来修水管？这边是我今年收集的树枝，然后我把它堆在这边。过1年之后，它会变成这样子，从高的它会慢慢的坍塌到这么小。你可以这样踩，然后它就会变得很细碎，而且这个过程其实是蛮舒压，而且不耗能量，只耗你的体力。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碎木机去把它碎得小小的，但是碎木机毕竟它是需要用到汽油，所以比较耗能。然后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堆放啊，时间一到，其实它就有像碎木机的那个能力啊，也比较符合自然农法的精神。这个经由你踩踏跟堆叠之后，1年后会变这样子。这些东西最终它会化成像黑土一样，就像那么小，然后跟你的土壤做结合。你看，很碎啊，越踩越碎啊。这种自然堆放是最好的，既不耗能，又不会把2氧化碳排回去空中，而且又可以变成是在地的肥料。那其实是一举多得啦。你看这么粗的树枝，经过1、2年的堆放，就很脆又很轻，这个就是很好的覆盖的材料。像这种木头啊，它其实吸收了非常多的2氧化碳。那跟现在时下很夯的像碳汇跟黄碳啊，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我会再做一支影片跟大家讲解。这个是我夏天播种的田青，它一整片的。那然后我会等到它开花，然后在结果荚的时候，完成它的生命交替的时候，我才会从根部生长点去切除，然后做覆盖。一般啊，外面他们播种田青之后啊，大概也是长得差不多这么高，他就会利用那个翻根机把它翻入土壤里面。那自然农法跟它们最大的区别是，它们不破坏土壤，直接会从下面的生长点去切除，然后做覆盖，因为它这样才不会去破坏到下面的这些微生物跟蚯蚓的一个世界。